我在过去的1个月就经历了一种很强烈的不公正。我因为和父母的冲突，然后我被从家里带出来，被带到了脑科医院，被强制住院了1个月。我跟我的父母就是相当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些冲突，最后的结果是，然后一个辅警把我强制扭送上了一个扶车，然后我被送到了脑科医院。其实我到今天讲述这个细节还是有压力，就是当时名义是带我去检查一下，然后我当时很明确的表达我不愿意，我不需要被检查一下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是警察也在说什么啊，那是公立3甲医院呀，一定不会强迫你怎么样的呀。那个医生也在说，什么你只是看一下呀，然后当天就会放你住院啊。但是我经历了1个月的各种各样的算是折磨吧，觉得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被迫入院的过程，因为中途我一直在反抗，就是我从我家里被带出来的时候，我在街上我对人群说我不是愿意被带走的，就是我有对街上的人这样说，冷漠，很冷漠。他们看着光天化日一个人被那些护士、那些保安，就是用一些强制的方式带走的时候，就是看客很冷漠，然后也没有人出手相救。我看到有人拿手机在拍视频，我尽了我最大的能力反抗。然后到了那个脑科医院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这就是让你就诊一下呀，就是检查一下，当天就能离开啊。有一个保安吧，他就说啊，你出来我们聊聊电商的事情啊。当他们这种诱骗、哄骗不起作用，我坚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用暴力方式对待我，就是把我关在一个类似于小的一个空间里面，就给我上了那个束缚的那个东西。我觉得那个是要比后来住进去之后更恐惧的事情。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创伤，就是我对一个社会秩序的基本的信任，它突破了我对一个正常社会秩序的认识吧。我当时很恐惧，很愤怒，会有绝望吗？会。我觉得首先的感受是很愤怒，就是你的首先的反应肯定是会挣扎的嘛，只有你挣扎无效的时候，你才觉得绝望，是不是？人在绝望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就想象自己不在那，闭上眼睛，想象别的事情，就任人宰割了。即便在精神科内部，它也分为，就是有一个屋是有人被绑的，有一个屋是自由活动的，然后有一个空间是怎么样的，而且什么自愿入院和非自愿入院还有不同。所以你属于那种非自愿入院的，对，会有不同的待遇。会。那个时候他说，配合治疗，吃药不吃药？吃药就松开你的手。我当时说吃什么药？他说医生开的药。我说那是什么药？他说看来你还没懂事儿，你先绑着吧。你有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吗？比如说有一些其他一些病患身上或者怎么样？当然有了，当然有了。当时我住进去的时候，就是那些人说我们要乖啊，要配合治疗啊，不配合治疗就把你绑起来。然后第一页吧，我就跟我的2个病友，我们唱了1夜的国歌，我们就唱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。然后我们就说渣滓洞白公馆，说那些革命烈士的事情来鼓励自己。我们当时就是不知道谁起头了，我们就同时唱国歌。如果唱这首歌的话，不会被认为更像精神病吗？我们在跟他们说，这个国家是有法律的，医院不能为所欲为。然后那个护工坚持要说这是医院，医院的规定高于法律。那我们就唱国歌来提醒他，这是中国的土壤，我们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的人。但是在那个最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发自内心的唱了国歌，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互相讲什么。你说革命先烈他们讲到那些人的时候，就那种英雄的东西还是有的。我们3个病友吧，就是有一个是一个货车司机。他是客家人，叫强哥。强哥给了我力量，我感谢他。我们互相扶持。我们那个病房里有投降派，
投降派就是舔那些护工，就说：“哎呀，谢谢叔叔，你给我吃呀。”然后就是我们就觉得很恶心，就看不起啊。但是强哥是反抗派，然后我当时第一眼看到强哥敢反抗的时候，就觉得佩服他。我跟强哥互相鼓励，我希望就是将来有一天，如果在大街上我碰到强哥的话，我觉得强哥他是我生命里的一个贵人。强哥是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，不怎么流利说普通话，一个很普通的货车司机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，但我跟他相处，我没看见他伤害别人，也没看见他伤害自己。我看到那个护士就把他绑住之后，还把一个不透气的东西放在他的脸上，然后让他这样挣扎，然后还戏弄他。那个时候我就想，如果我有权利，你这样做一天，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脸上100天。你现在讲的那个过程和场景的时候，也是很难过的。是很难过，我是很难过的。就是说，如果没有这些朋友啊，可能投降的就几率升高了。所以你像一个江湖一样。那当然了，那些投降派的人就是跪舔那些人啊。我觉得就是像一个奴才，就是那种谄媚吧，就为了能不被绑住手，能挪到那个病房去，能自由上厕所，就为了那么一点点东西就要去讨好一下他呀。就是他们会说什么你配合治疗你会出院早，你配合治疗就让你到那儿去。因为我是在那个门诊的时候反抗了，所以我是被绑着进去的。他们说，那你为什么是被绑着进来的呢？自己怎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呢？还有就是我看到一些美好的事，就是后来转到那个心脑血管病区的时候，有那些大姐，他们知道我没有手机的时候就说啊，你快打，你要给谁打电话，快打，别让护士看见。或者后来不给抽烟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些人他们有烟，他们就给我。这些就是人的善良。我也是个平凡人，但是我没那么快投降。我在我的恐惧和勇气之间，起码挣扎了。你在精神病院里面试图做一个英雄，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。有比我强的，比如说强哥，我做了我能力范围内最大的挣扎。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，有一个护工嘛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脱我的衣服，要脱我自己会脱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脱你的衣服怎么检查呢？”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恐惧，我就顺从啊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的手脚都被绑着，他能脱我的衣服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对吧？你在那里哭过吗？哭过，换你也会哭。我相信任何人在那个情况下都会哭。我在那个精神病医院呢，我有3次就是带数据的情况下尿在了那个床上。我说我要上厕所，没有人送你。对，3次就是尿在自己身上，尿在自己的床上。我被绑住手脚3次，尿在自己的床上、自己的身上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羞耻，我觉得它甚至是一种 OK，I know what happened, I know what could happen。它是一个教育的过程。我愿意公开讨论这些。你在欧洲也生活学习过，然后呢，回到国内，你有去看过这个，或者说梳理过这个事怎么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呢？它可以发生在别的人身上，是受害者有罪吗？比如说，如果明天我遇到这个事，我该怎么去保护自己？我没有能力，我还不够成熟去告诉你。我当时发生的时候，就是尽我的全力联系外界和为自己发声。但是你有手机的时候，那没手机呢？没有手机的时候就是冥想，然后要不就在跟他们斗呗，就斗智斗勇呗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辱骂他们，我就说将来老天爷有眼打雷劈死你，他们就会就是把我绑得更紧啊，或者不给我上厕所。他们不可能就真的用暴力对待我，只是敢把我绑起来吗？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片黑暗。你有4天是没手机的？不止4天，可能30天里面有15天以上是没有手机的。我后来即使转了科，他也经常会说用手机妨碍了医疗过程。我说，如果我们被送到精神病院，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没有精神病？
我无从回答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薛定谔的精神病。他说你有就有，他说你无就无。我到今天也在思考，那他怎么能够检查排除你是不是一个精神病，或者认为你是一个需要治疗的人？他到了最后出院的时候才让我做了一个什么量表啊这些。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他甚至没有给我一个检查，就先把你关着，把你关乖了再说。就是当天他也不会拒收。按理说，如果你不是精神病，就应该拒收你吗？医院没有拒收啊。所以你是怎么被证明不是精神病放出来的？他们最后我也不知道证明了还是没有证明，我稀里糊涂就被放出来了。就是包括今天我都不知道啊，我是不是有可能随时又被抓进去？你要走出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感受？我走不出，我当时穿着病服，保安不让我走出去。后来我回去，我的父母给我买了一身衣服，我才能走出去，而且那身病服我还保留了。我不知道他们应不应该让我带走，反正我顺走一趟。我那病服收藏的干干净净的，我准备将来就是老了给我的孩子讲革命故事的时候，有物证的。如果现在看到你自己之前在医院里面的照片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咱也是经历过革命的人。你现在很有乐观主义精神，那毕竟很有力量，有恐惧、痛苦、乐观，毕竟离绝望那么近。对你还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吗？我刚出来的时候那种噩梦，就很恐惧，还有就是那种各种焦虑，你是不是有精神病？就我本来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变成我哪哪都是问题，哪哪都需要治疗？这30天的经历啊，如果写一个就是这种小说的话，它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。因为在30天里面，你从一个病区到另一个病区，你看到这种英雄、奴才、善良、邪恶，谁把枪口抬高了1米，谁做了那个故意捅你一刀的人。比如说有一个大姐，她想把手机借给我打电话嘛，有一个护士，她就说你不要那个弄给她，她有精神病。而且我那个时候就经常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父母知不知道你在做这件事儿？你被绑在这儿，你什么感觉？他说我没感觉。然后我还看到就是有一个老大爷嘛，他已经70岁了，他的手被绑住，他儿子把他送进去了。然后我当时就为他说话嘛，你说他都70了，你还不把他解开？然后他说这个解不解开是我们决定的，不是你来决定的。我当时觉得哇，你有这么一点点权利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一个这么邪恶的人，那要让你当了更高的职位还得了？你不得变成任我行，你不得变成东方不败了？你在那里跟他们讲权利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反应啊？他们是更相信你有精神病不让你走，还是说算了，这个人没病，我给他赶紧放走吧，死在这里搞事儿？我一开始是6床，后来是39床，反正就是6床或者39床，那都是颇有一点本事。所以你原来看过这些社会的这些另外一个面吗？因为你的背景啊，你的成长啊，还是比较顺的。我也肯定不是特别单纯的人，但是我没想到能坏到这种程度。我肯定听过什么杨永信啊，什么会电人的呀，但是我真的到那儿的时候，就是我记得，就是我之所以被转到脑血管科，是我跟一个医生发生了身体上的冲突，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电击名单，里面有我就去问他，我就说这个电击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电？具体电了有后果谁承担？然后他就说这你不用管，然后我就跟他抢那个名单嘛，然后抢的那一个时候，可能我也不知道是我的心脏真有问题，还是怎么样，可害怕了，真会有电击哈？真我哪知道？但是你不是你名单在上面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电不电还是不电。我当时觉得，如果他敢电我，我是反抗还是就是鱼死网破？就是那个时候，你确定你是看到了一个电击的名单？我确定。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怎么电人，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电击名单，然后有你的名字，有我名字，上面写了一个电击什么的。力量电击，很害怕。我能明白，就是作为一个公民，作为一个人，可能你应该模仿；作为一个公民，你可能应该 be a critical citizen。
你只有你经历过失去人权，你才知道什么叫人权。就是当你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 you take it for granted， 就好像我们每天有空气、有阳光、是有自由、是正常的时候，你不会想要去保护它。只有你有一天意识到人可以被怎样对待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丧失它是多么的痛苦。就像你只有失明过之后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眼睛是很重要的。